山海经就是我们人类丢失的上一个文明。我们看书中记载的很多怪事，像核辐射一样的生物是用来吃的，不仅可以治病，还可以获得超能力。再比如说山海经中记载的远古时期的神灵，他们都是人兽的混合体，就比如我们熟知的伏羲和女娲，他们都是人首蛇身，还有人面虎身的陆母，还有人面牛身的神。可以说书中记载呢是包罗万象，让现在的人看了之后呢，真是不敢相信他们是真实存在的。而更加诡异的是呢，在同一时期的东西方文明还都记载着关于人兽混合体的故事，比如苏美尔文明时期的恩基尼，还有亚特兰蒂斯的美人鱼。这些记载难道他们都是一起商量好的吗？显然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当时的科技并不先进，他们真的无法传递相隔万里的信息，所以只有一种可能，在那个时期呢，无论是全球的东方还是西方，古籍中记载的或许就是本来的面目。首先我们先来看关于3个人类史书和诞生的进化论、神创论和外星生物造化论。达尔文的进化论呢，这个我们现在就不用细说了，说我们是猿猴演变过来的，这个已经流传很多年了，但是现在并不可信，甚至很多人呢更愿意相信山海经，他也不愿意相信进化论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说神创论。神创论就是说我们人类是由神创造的，最典型的就是女娲造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些神比如说女娲，他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谁创造了他们呢？会不会是和外星生物造化论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呢？传说在很遥远的远古时期他们的文明比现在的文明还要先进，但是真假我们不知道。人类就是他们创造的，也可以猜测呢，比如说创易经八卦的伏羲，创人类的女娲，他们本身就是外星人。比如说学过易经的人都知道易经的阴阳五行、天干地支，这些非常神奇的数符号可以预测很多关于自身的事情，所以这套哲学体系显然不是普通人类所能创造的出来的。大家如果感兴趣听完故事，在我主页粉丝群领取一份易经的课程和笔记，和我一起参加学习。因为地球上确实很难繁衍出来人首蛇身的人类，所以他们来了之后呢，贡献也是非常大的，还长相奇特，然后就被我们称之为神。那么我们要把这3个论点看成是一个论点，那有可能就是人类股权计划。这里我再给大家捋清一下思路。首先呢，外星文明先编辑好基因，然后创造出第一批人类，他们不够完美，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人兽混合体。然后第2批人类呢，就认为这第一批人类是他们的创世神，并且在山海经中的一木国、冠凶国，他们的身体都是有残缺的，但是这些就是他们所创造的第2批人类。接着人类随着时间的发展，它不断在进化，直到发展到我们现在的人类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所有的神话看似荒诞不经的内容就都说得通了。并且山海经中的内容，它不仅仅是上古时期的神话书，它更是一本记录上古文明史的兴衰著作。